量子力学说，电子是一种波，但波有个坏习惯，它会散开。等一下我会算给你看。把一颗电子定位在一颗原子的大小，它那团波，我们叫它波包，只要 0.3 飞秒就会宽1倍。1飞秒是10的负15次方秒。那问题来了，你的桌子也是量子的，你桌上的手机也是量子的。把它们整个当成一团波，为什么它们的轮廓不会在你眼前慢慢变模糊？要回答这题，得先承认一件尴尬的事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量子力学只会拍照。态是向量，测量吐出本征值，几率是内积的平方。这些规则全部在讲此刻。没有任何一条规则告诉你现在的态下一秒会变成什么。这支影片就补上这条规则，含时薛丁格方程。从它出发，我们会造出时间演化的完整机器，会发现宇宙里有一种时间冻结的态，会知道原子发光的频率到底是什么东西的频率，然后用同一条公式算出电子 0.3 飞秒就散开，灰尘却要100万年。最后把同一套物理用2种方式改写，薛丁格汇景和海森堡汇景，再算出一张表，上面写着粒子所有可能的未来，它叫传播子。这支影片会用到前面建好的工具：态向量、算符、对义子，还有量子谐振子。每一个我都有拍专门的影片，从零开始一步一步讲，连结在说明栏。哪里卡住，先去补，再回来，会顺很多。先看古典力学是怎么运作的。它有2层。第一层，状态是什么？一颗粒子用位置和动量描述。第二层，运动定律 F 等于 m 乘上 a， 告诉你状态怎么随时间走。少了第二层，你知道球现在在哪，却说不出它下一秒在哪，力学就瘫痪了。量子力学也一样分2层。第一层我们盖完了，第二层就是这条 IH bar， 这个是虚数 y 乘上态对时间的微分，等于 h 作用在态上，含时薛丁格方程。先讲老实话，这条方程是公设，它推不出来，它的正当性只有一个来源，照它算，实验全对，但它不是乱猜的。3个理由。第一，它是线性的，叠加原理要求2个合法的态叠起来还是合法的态。演化如果不线性，干涉的结果会整个乱掉。第二，它只有一次时间微分，意思是光知道现在的态，不用知道什么初速度，未来就完全决定了。量子力学的随机只出现在测量那一刻，2次测量之间，演化是决定论的。第三，为什么右边是能量算符 h？ 还记得动量算符吗？对空间微分，可以从平面波里抓出动量 p。普朗克和德布罗意说，能量扮演的角色跟动量完全平行，能量 E 的波随时间震荡，相位是 E 的负 1t 除以 h bar。拿 h bar 乘上时间微分去打它，验算一下，抓出来的刚好就是 E。时间微分对应能量，所以方程右边做着能量算符。动机讲完了，但动机不是证明，它的身份仍然是公设。一条运动定律要合格，先过第一关，几率不能漏。粒子存在的总几率永远要是1。验算看看，薛丁格方程给出态的变化率，把整条方程取 dagger k 变 bra。顺便注意 h 取 dagger 还是 h， 因为它是2米的。这件事的作用马上就会现身。把2条带进内积的微分，2项一模一样，符号相反，相效。内积对时间的微分等于0，几率守恒，不用另外要求，方程自动保证。而且工程就是 h 是2米的。能量是可观测量，跟几率守恒在这里锁成同一件事。接着把这件事升级，
与其逐点描述态怎么一步步变，不如把从零演化到 T 这整段路打包成一台机器。进去，出态，出来 T 时刻的态，向量进，向量出，这就是算符。我们叫它时间演化算符 UT。把它带回薛丁格方程。这条等式对任何出态都成立，所以可以把出态拿掉。态的方程就升级成机器的方程 ，IH bar 乘 U 的微分等于 HU。然后算一个关键的量 U' 乘 U 对时间的微分。代入 U 的方程和它的 DAG 版本，两项又是一正一负，相效等于0。而在 T 等于0，于是单位算符 U' U 等于1。一个不随时间变，起点又是1的量，就永远是1。U' U 恒等于单位算符。这种算符叫模正算符。它保的不只是长度，任何两个态的内积演化前后完全一样，长度不变，夹角不变，正交的永远正交。时间演化是太空间里的一场刚性旋转，不拉伸，不压扁，只是转。而 H 决定怎么转。机器有了名字，现在把它造出来。诀窍跟解所有线性问题一样，挑对基底。对的基底就是 H 自己的本征态，能量本征态。把随时间变的态摊在这组基底上，基底固定，系数随时间变。带进薛丁格方程。基底彼此正交，每个系数自己过自己的日子，互不干扰。每一条都是同一个样子 ，H bar 乘系数的微分等于1乘系数。一阶线性方程，解就是指数，系数等于初值乘上1的负 AT 除以 H bar。盯着这个解看，它的绝对值永远不变，变的只有相位。每个能量成分只做一件事，转相位。转速由自己的能量决定，能量越高，转越快。所以整套时间演化就3个动作。第一步，把出态拆到能量基底上。第二步，每个成分挂上自己的相位。第三步，加回来。拆开，挂相位，加回来。就这样，把这3步写成算符，对所有能量本征态求和，每一项挂着自己的相位因子。因为是把 U 拆到整个能谱上，这个写法叫谱分解形式。式子里会出现一种新长相 ，K 在左 ，Bra 在右，并排站着。别慌，它就是一台机器。先用右边的 Bra 跟进来的态做内积，吐出一个数，再把这个数挂在左边的 K 上。拆开再重组这整套动作，一颗符号就写完。它还有一个更短的写法。回头看谱分解，每一项的相位因子都是把那一项的能量带进同一个指数函数，整包合起来就约定写成1的负 ht 除以 h bar。把算符放进指数，意思就是这个谱分解一项一项各自带自己的能量。严格的定义用密集数，这里抓住意思就够了。先画一条边界，这整节假设 H 自己不随时间变。如果系统被外界摇，比方原子被雷射照着，那是另一套工具，之后再说。这3个步骤有一个立即的后果。如果出态本身就是能量本征态呢？展开式里只剩一项，演化只剩一件事，整个态乘上一个转动的相位，而整体相位测不到。验算拿任何可观测量，任何一个本征态去算几率。相位的绝对值是1，平方还是1。几率跟时间无关，任何测量，任何时刻，统计结果一模一样。这种态叫定态，时间在它身上留不下任何可观测的痕迹。这回答了一个古典物理答不出来的问题。古典电磁学说，绕着原子和跑的电子会辐射，会失去能量，会坠毁。原子不该存在。但量子力学说，处在能量本征态的电子，没有任何可观测量在随时间变。电荷分布不晃，不辐射，不衰减。
它不是绕得很稳，是根本没有在绕的可观测迹象。能接图为什么画成一条一条的水平线？因为每一条线都是一个时间冻结的世界。不过这个结论有边界，它是孤立原子模型里的话，真实的激发态会放光往下掉。下一章的谱线就是这么来的。那需要把光也量子化，是之后的主题。在完整的理论里，真正严格稳定的是基态。另外注意，这里有一条重要的界限，相位测不到，只对整体相位成立。一个叠加态内部两个成分之间的相对相位是完全另一回事。它可以测，它就是干涉。时间演化真正的重头戏就藏在这里，让相对相位动起来。单一本真态冻住了，那会动的世界从哪来？答案：叠加。用你最熟的系统试试，量子谐振子。拿基态和第一激发态各一半叠起来。演化很简单，两个成分各自转相位，但转速不同。基态能量是1/2 h/omega， 第一激发态是3/2 h/omega。一快一慢，相位差就拉开了。来算平均位置，加出来有4项，2项是自己配自己，都是0，因为升降算符把态搬上搬下，跟自己正交。活下来的是2个互相交叉的项，一项带着1的负omega t， 另一项带着它的共2。用欧拉公式合并，结果平均位置等于根号 h bar 除以2公尺 omega 乘上 cos omega t。看清楚这件事，基态单独放着，平均位置永远是0。第一激发态单独放着，也是0。叠起来，粒子开始左右摆荡。2个冻结的世界叠加出一个会动的世界，这就是量子力学里运动的来源。而且这个计算完全没用到谐振子的特殊性。任何2个能阶叠加，任何可观测量，振荡频率都是同一个，能量差除以 h bar。这个频率有名字，跃迁频率。代真数字。氢原子最低2个能阶差 10.2 电子伏特，除以普朗克常数，频率是 2.47乘10的15次方赫兹。换成波长122纳米，紫外线。这正是实验上的莱曼 alpha 谱线。原子发出的光频率跟电子绕圈无关，定态里根本没有东西在绕，它是2个能阶的差。光谱学者们学问测的全是能阶差。对了，这一段用了谐振子的能阶和升降算符。如果 A 和 Dagger 对你还是陌生符号，我有一支影片专门把它们从零推出来，连结在说明栏。先看那支，这段会顺很多。到目前为止，态在动，算符不动。现在做一个看起来只是换技法，实际上会打开一片新世界的动作。想象你在博物馆看一座雕像，你绕着它走一圈，或者你站着不动，雕像在转盘上转一圈。2种情况，你看到的画面一模一样。动机在谁头上是一个选择。量子力学里，实验能碰到的只有几率和期望值，而它们都是同一种三明治，态加了算符，再加态。把演化带进去，出态的 bra u dagger 算符 u 出态的 cat。现在重新分组，把 u dagger 算符 u 这3个包在一起，看成一个新的算符。剩下的是永远不动的出态。这个新算符就是海森堡汇景的算符。画面上这个下标 h 就是它的名牌。时间依赖全部从态身上搬到了算符身上。态动，算符不动，薛丁格汇景。态不动，算符动，海森堡汇景。同一串符号，2种读法。所有物理预测逐字相同。2个快速检查。第一 ，h 自己呢？于是 h 的函数跟 h 对应 ，u dagger 直接穿过去跟相消。h 在2个汇景里
是同一个算符。指挥演化的手自己不动。第二，对弈关系呢？海森堡汇景的 Q 和 P 都在动，它们的对弈子还是 H bar 吗？关键一招，在两个算符中间插入 U 乘 U dagger。等一下，前面正的是 U dagger U 等于1，顺序反过来也成立吗？成立。把 U 用能量本正态摊开来相乘，本正态彼此正交，各自长度为1，交叉项全死，剩下的刚好是1。一句话就验完了。所以插入它，什么都不改变。一插，所有的 U 往两边靠，中间剩下原本的对弈子。答案：同一时刻的对弈子永远是 H bar。量子力学的核心结构被魔阵演化原封不动地带着走。海森堡汇景的算符会动，那它的运动定律是什么？对定义为分。算符本身不含时间，我们用的 Q、P 也都是。所以只有 U dagger 在动 ，U 在动，乘几率给两项。代入 U 的方程，两项几乎是一个对弈子，但中间卡着东西 ，H 和算符相乘，外面才包着 U。还是那一招，中间插入 U 乘 U dagger。整理，左边变成 H 的海森堡版，乘 A 的海森堡版，右边顺序相反。这就是对弈子，而 H 的海森堡版就是 H 自己。结果干净的出奇 ，A 对时间的微分等于 IH1% 乘上 A 跟 H 的对弈子。海森堡运动方程。想知道任何量怎么随时间变，算它跟 H 的对弈子。就这一句。一个马上到手的推论，跟 H 对弈的量，微分是0。守恒量就是跟能量对弈的量。现在把 Q 和 P 带进去，对弈子用两条引理算 ，Q 跟 P 平方的对弈子是2H bar 乘 P，P 跟位能的对弈子是负 2H bar 乘位能的斜率。结果 Q 的变化率是 P 除以 m，P 的变化率是负的位能斜率，加上期望值。这就是埃伦费斯特定理。平均位置的变化率是平均动量除以质量，平均动量的变化率是力的平均，跟牛顿力学一模一样的形状。牛顿的世界没有被推翻，它是量子期望值的影子。但这里有一个符号上的陷阱，要拆给你看。右边是斜率的平均，不是平均位置的斜率。这两个东西一般而言不相等，所以平均值并不严格走古典轨道，除了一种例外，未能是2次以下的多项式。自由粒子、谐振子刚好都是。这就是接下来2章量子跟古典会对得分毫不差的原因。第一个应用，自由粒子，未能是0。海森堡运动方程2不就解完。P 跟 H 对弈。因为 H 就是 P 平方除以2公尺，所以 P 的微分是0。P T 等于 P 0。动量整条冻住，这就是动量守恒。Q 的微分是 P 除以 m， 一个不随时间变的算符。直接积分 ，T 时刻的 Q 等于一开始的 Q 加上一开始的 P 除以 m 乘上 T， 等速直线运动。跟古典一模一样，但这是算符的等式。它比古典版多藏了一件事 ，Q 0跟 P 0不对弈。现在让这件事现形，算位置的变异数，也就是波包宽度的平方，怎么随时间变？把 Q T 平方。注意 ，Q 和 P 不能随便交换，交叉项要保持顺序，写成对称的组合。取期望值减掉平均的平方，整理成 T 的幂次，结果是一条关于 T 的抛物线，初始宽度平方加上一个关联项乘 T， 加上动量宽度平方除 n 平方乘 T 平方。盯住 T 平方那一项，它的系数恒正。不管出太多聪明，时间够长，波包一定变宽。中间的线性项可以是负的，向内聚焦的波包可以先收窄一阵子。但 T 平方那项终究接管。追到根源是不确定性原理在垫底。波包被捏得越窄，动量的散布就越大，
里面藏着各种速度的成分。跑一阵子，队形就散了。捏得越紧，散得越快。把数字带进去，取不确定性压到最小的波包，宽度变化有一个特征时间，2倍质量乘宽度平方除以 h bar。过了这个时间，波包就开始明显摊开。第一位选手，电子，质量 9.11 乘10的负31次方公斤，把它定位到一颗原子的大小 EI 10的负10次方公尺，特征时间 1.7 乘10的负16次方秒，宽度加倍，只要 0.3飞秒。这就回答了开场那个问题的前一半。把电子当成一颗定点的小球，在原子的世界里，连一瞬间都撑不住。第二位选手，一粒灰尘，1微克定位到1微米，同一条公式，同一个 h bar， 特征时间 1.9 乘10的13次方秒，换算一下60万年，宽度要加倍，100万年，质量差了21个数量级，时间尺度差了29个数量级。你的桌子、你的手机，轮廓不会在你眼前变模糊。量子力学没有对它们失效，只是 h bar 除以质量小到你等不到。古典世界的安稳不需要新的定律来解释，只需要大质量。老实补一句，这个灰尘的计算，假设它是孤立系统。真实的灰尘每秒被空气分子撞蚀的20次方次以上，每一次碰撞都在重新定位它。波包根本没机会安静地摊开。这个机制较退相干，是之后的主题。所以那个100万年，别当预言看，它只是把质量的差距翻成你有感觉的时间。第二个应用，回到谐振子，这次让升降算符上场。先把 A 写好 ，h bar omega 乘上了 dagger a 加1/2，a dagger 这个组合，先降一阶，再升一阶，作用在递延阶的态上，吐回来的就是 n。它专门报告你在第几阶，我们叫它 n。要用海森堡运动方程，就算 a 跟 h 的对义子，常数项跟谁都对义，不出力。a 跟 n 的对义子用成几率拆开，等于 a 自己，带回去 a 的微分等于负 omega 乘 a。一阶线性方程解释指数 a t 等于 a 0乘1的负 omega t。升降算符随时间只做一件事，在复数平面上等速转圈。频率正是古典弹簧的 omega。把 q 和 p 用 a 和 dagger 拼回来，用欧拉公式拆开 q t 等于 q 0乘 cos omega t 加上 p 0除以 m omega 乘 sin omega t。翻开古典力学的弹簧解，逐字同行，只是把数字换成了算符，加上期望值，任何出态，平均位置都严格做正弦震荡。上一章的陷阱在这里不咬人。谐振子的位能是2次的，斜率是线性的，斜率的平均刚好等于平均的斜率，所以谐振子的量子期望值一丝不差走古典轨道，永不出偏差。这个 A 在复数平面等速转圈的图像，就是雷射光的引擎。我有一支影片专门讲雷射光是什么，讲的就是这个转圈的态。连结在说明栏。最后一站，把 U、T 摊到坐标上。问一个最具体的问题：粒子从 x' 出发，走了时间 t， 出现在 x 的几率符是多少？把 U 加在出发点和抵达点两个位置态中间，还是那个三明治？加出来的那个数，术语叫矩阵元。这个量有自己的名字，传播子。有了它，任何初始波函数的未来都是一个积分，把每个出发点的贡献用传播子加权全部叠起来，每一个点都当自己的波源。这是惠更斯原理的量子版。对自由粒子，这张表可以整个算出来。用动量基底展开，配方法做一颗高斯积分，摊开配方积分3个动作就走到底。结果常这样，系数是 m 除以2派 h bar t 整串再开根号，相位是1的 m 乘距离平方除以2 h bar t。验收2件事：第一，
T 趋近零，传播子缩成一根无限窄的尖峰。不演化，粒子就该停在出发点。合理。第二，取绝对值平方 m 除以2派 h/t 跟位置完全无关。从一个点出发，任意短的时间后，粒子均匀散布在整条线上。回头想波包扩散那一段，完全定域，代表位置宽度是0，动量宽度是无限大。而扩散的特征时间正比于宽度平方是0。瞬间散光正是不确定性原理的极限情况。两段互相印证。最后，盯着相位看 ，m 乘距离平方除以2t， 这是动能乘时间。古典力学里有一个量叫作用量，把动能减位能，沿着走过的路对时间一路累积。自由粒子没有位能，它的作用量就是动能乘时间。也就是说，量子传播子的相位等于古典作用量除以 h bar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一扇门。门后面是费曼的路径积分，传播子等于所有可能路径的贡献叠加。今天先把门指出来，不走进去。整理一下这支影片给你的东西：寒食薛丁格方程、量子世界的运动定律、一条新公设。莫正演化，时间是太空间的刚性旋转，资讯不丢。3个步骤：拆开、挂相位、加回来。定态，能量本征态是时间冻结的世界，会动的物理只来自相对相位。跃迁频率，原子发光的频率是能接差。两个汇景，态动或算浮动，同一出戏的两种看法。海森堡运动方程，变化率就是跟 h 的对义子。波包扩散，捏得越紧，散得越快，巨观的安稳来自大质量。还有传播子以及它相位里坐着的古典力学，还没完全跟上。频道里有从零开始讲的基础影片，连结在说明栏。欢迎订阅，也留言告诉我，你接下来想听哪些内容。下一站，位置与动量表象。波函数到底是什么？位置和动量为什么是靠傅立叶变换互换的一对？我们把 x 和 p 的完整关系摊开来讲。